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松原英多医生所著的《91岁现役医生正在做的终生不得认知症的习惯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长寿是最大的挑战；第二，增加大脑的血流量；第三，避免孤独，守护大脑健康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长寿是最大的挑战。随着衰老的进行，认知症逐渐会成为我们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。由于医学的进步和人类寿命的延长，直到20世纪才开始出现与认知症相关的病例报告。在此之前，人们通常在认知症发生前就已经去世。现如今，随着人类寿命的增加，特别是进入70岁以后，认知症的发病率会显著提高。年老带来的白发、皱纹和视力减退，都是自然的衰老迹象，而认知症同样是一种自然的老化现象。因此，老年人患上认知症并不罕见，也应该视其为正常的老化过程之一。与癌症不同，癌细胞的形成到被医生发现，往往需要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，而认知症则是经过长达20到30年的大脑逐步退化后才表现出来的。即使您目前没有明显的记忆问题，您的大脑可能已经在逐渐走向认知症，因此这提供了我们充足的时间去采取预防措施。在这个100岁人生的时代，长寿带来的挑战不止于老年后的经济风险，认知症的威胁也同样严重。作者相信，通过调整日常生活中的小习惯，我们可以在认知症发生前有效地加以预防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增加大脑的血流量。预防认知症的关键在于促进血液的循环，即增加血流量。人体是由大约37万亿个细胞所组成的，这些细胞依赖血液输送氧气和营养来维持正常的功能。大脑中约有860亿个神经细胞，它们的运作同样需要充足的血液供应。根据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的实验，当大脑的血流量减少时，神经细胞的功能就会衰退，导致认知能力的下降。因此，预防认知症的首要任务就是确保大脑的神经细胞获得足够的血液、氧气和营养。方法一，通过咀嚼来提升大脑的血流量。增加大脑血流量的一个简单而有效的方法就是多咀嚼食物。研究表明，增加咀嚼的次数可以有效地促进大脑的血流量。根据日本东京健康长寿医疗中心的研究显示，当人们有意识地增加咀嚼时，大脑皮层的血流量也会随之增加。而大脑皮层正是与认知功能密切相关的区域。现代人因为饮食习惯的改变，普遍减少了咀嚼的次数，很多快餐和软质食物几乎不需要咀嚼就能吞咽，因此建议选择较为有嚼劲的食物，这能有效促进大脑的血液循环。回顾过去的古代人，人们的主食是栗子、核桃等坚果类和糙米野菜，这些食物需要多次咀嚼才能消化。然而，对于牙齿较弱的老年人来说，坚硬的食物可能会损伤牙齿。但研究发现，硬度适中的食物同样能有效地增加大脑的血流量。所以，挑选适合自己能够咀嚼的食物，不仅对身体有益，还能帮助我们预防认知症。方法二，通过运动促进血液循环。除了咀嚼以外，运动也是改善血液循环的重要方式，尤其是锻炼下半身的肌肉。这些肌肉如同泵一样，将血液从下肢输送回心脏，从而加速全身的血液循环，促进大脑的供血。久坐不动会导致肌肉的萎缩，尤其是下半身的肌肉，因此保持下肢肌肉的力量对大脑健康至关重要。深蹲是锻炼下半身的经典动作之一，对预防认知症大有裨益。然而，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深蹲过于费力。对于这种情况，可以从简单的站立动作开始，每隔30分钟就站起来活动一下，哪怕是在家看电视或在办公室工作时，也应该这样做。虽然站立的效果不如深蹲显著，但依然能够促进血液循环。如果条件允许的话，可以站起来做些轻松的步行或抬高脚跟的动作，以激活小腿部的肌肉，
从而增强血液回流的效果。请大家记住，久坐不如站立，站立不如走动。通过这些小的动作，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血液的循环，有效预防认知症。最后是第3部分，避免孤独，守护大脑健康。人类天生就是群居的动物，语言正是为了交流与协作而诞生的。据说，大脑创造了语言，而语言的使用反过来进一步塑造了大脑。当我们通过语言进行沟通时，大脑会受到刺激和活化，这也是人类能够创造多样文明和文化的重要原因。然而，当我们被群体隔离，陷入孤独，缺乏交流时，大脑便失去了这种刺激，认知功能也会随之下降，进而增加患上认知症的风险。正如肌肉需要锻炼才能保持健康一样，大脑如果不经常使用的话，也会逐渐退化。不论是与家人同住，还是独自生活，想要享有充实的老年生活，预防认知症是必不可少的基础。为此，避免孤独，积极与他人互动和交流，才能保持大脑的活力与健康。方法1：一句谢谢可以守护我们的大脑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身体的机能会逐渐衰退，家人对我们的帮助会变得愈发频繁。在这些时刻，真诚地说一句谢谢是非常重要的。表达感激不仅让对方感受到他们的付出得到了肯定，也能在彼此间建立更深的纽带，促进沟通，从而大大减少孤独感的产生。作者称，夫妻之间的谢谢如同我爱你。随着时间推移，直白地说我爱你可能会让人感到羞涩或不自在，但如果缺少这种表达，夫妻之间的关系纽带便会渐渐削弱，交流也会减少，这对双方的大脑健康十分不利。因此，如果说我爱你让人感到难为情的话，那不妨用谢谢来代替，从而表达对彼此的关怀。每当我们感谢对方的付出时，这个简单的思考过程本身就能对大脑产生良好的刺激。例如，丈夫早上起来帮忙去拿报纸，妻子为丈夫准备早餐，吃完饭后，丈夫去洗碗，妻子去洗衣服等。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，都可以成为说谢谢的时机。不要忽视这些时刻，大胆地对彼此表达感激。请大家设想一下，若是为了听到一句谢谢而努力付出，就如同对方向您说我爱你一样，心中必然会感到温暖。这种简单的感谢不仅能增加彼此的对话，增强交流的频率，也能激活我们的大脑。谢谢这句简单的词汇，不仅能巩固关系，更是一种守护大脑、预防孤独的魔法。在家庭之外，这种感激更应得到广泛的运用，尤其是在独居时，身边没有亲人可以表达感谢，那么就可以将这份感激之心延展到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中去。例如，在便利店购物、接收快递或在电梯中别人帮忙按下楼层时，微笑着说一句谢谢。便利店的店员、快递员通常是经常见面的熟人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们可能会熟悉起来。当您持续表达感谢时，不久可能会发展出今天好热呀这样轻松的对话。即便是这样简短的交流，也能给大脑带来锻炼，促进血流的循环，帮助我们预防认知症。正所谓远亲不如近邻，与周围熟悉的陌生人建立这种小小的联系，同样是十分珍贵的纽带。方法2：不要放弃回忆。当人们意识到自己的记忆力开始衰退，或感觉认知症离自己越来越近时，通常会有2种典型的反应。一种是我以后会怎么样呢？心中充满了焦虑和不安。另一种则是我真的想不起来了，选择放弃对抗记忆的衰退。前者虽然心存忧虑，但仍保持着一定的积极性，而后者则更为危险，因为这种放弃会加速认知功能的恶化。记忆的过程分为记住和回忆2个部分，在预防认知症的过程中，回忆尤为重要，因为回忆不仅是一种思考的行为，还能通过激活大脑，促进血液的循环，延缓认知症的进程。
虽然过度的焦虑对身体有害，但前者至少会积极努力去回忆，而后者一旦放弃了回忆的努力，便失去了大脑获得刺激的机会，这会增加认知症的风险。长时间不去回忆，封闭自我，还可能陷入到孤独之中，从而大大提升患认知症的概率。不仅自己要坚持进行回忆练习，当身边有人出现回忆困难时，主动帮助他们回忆也是一种有效的预防方式。这不仅能延缓认知症的进展，还能让彼此在互动中获得更多大脑的刺激。尽管目前认知症仍无法彻底治愈，但正如第一部分所述，长寿本身就是认知症的一大风险。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，这一问题将愈发普遍，因此预防认知症的措施显得尤为关键。将认知症的预防视为我们自己的责任，从现在开始实施健康的生活方式，越早行动越好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享受长寿的同时，避免认知症的困扰，轻松愉快地迎接100岁人生的到来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